你有的时候会情绪低落，毫无原因，只能跟自己说，大概是因为秋天要来了吧。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莫名其妙的忧郁，问他，他又不说，你不禁怀疑是不是有秘密不告诉你，或者是其实他就是看你不爽，只是偷偷在生你的气。其实啊，这一切或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，你也可以稍稍停止一下脑中的小剧场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情绪中心，或许你就知道这一切让气氛搞得乱糟糟的幕后黑手是情绪中心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繁琐的事情，让心情不好，可能是工作不顺利，或者是外头正在下大雨，或者是男女朋友不贴心，小孩不听话，或者是身体健康有一点问题。这一些造成我们心情不好，好像都非常的合理，因为我们都找得到原因。可是呢，有一群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占了53%的，他们的情绪中心是有定义的人，他们自己的情绪会有周期，也就是说，不见得是有原因的。它就有点像是女孩子的生理期，女孩子生理期是有一个周期的，而这些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，他们的情绪也有周期，只是每个人的周期不一样。有的人的周期由低到高，再高到低，可能是一整年；有的人可能在1周就可以这样子来回摆荡，也有人可能是1季。但是在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，这一群人其实往往也常常为自己的情绪莫名的低落而感到困扰，所以他们就会为自己找理由。哎呀，可能刚好他的周期跟生理期是差不多，就觉得应该是因为生理期吧。那有的人实在找不出理由，就会怪给季节。例如，我有一次就遇到一位男性朋友跟我聊人类图，然后还没有开始聊之前，我们讲到情绪的部分，他就跟我说，其实我觉得男生也有生理期耶，男生也有月经。我听到这句话，觉得哈，男生也有月经，我就猜你一定是情绪中心有定义的，而且我猜你的周期差不多就是1个月。果然，我一看了他的图，的确他就是情绪中心有定义的。就觉得这个男性朋友其实他对自己的情绪是有觉察的，他有发现自己的情绪是有周期的。这也是我们给情绪中心有定义的朋友们一个建议，试着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周期，你就可以避免在情绪比较低落或是比较高涨的时候去做决定，因为我们如果在情绪低或是高的时候做决定，都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或是冲动的决定。例如你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负面的、比较绝望的一些行为。那你也可能在你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去做一些冲动的决定。因此，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，我会建议你们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然后去感受情绪。其实情绪就像是水一样，就让它流过，感受情绪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在你的心里面的那种感觉。当你发现啊，这一波海浪来了，我就体验它，感受我现在是什么感觉。那当然，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半，有43%情绪中心是空白的人，他们其实无法理解。例如我个人本人就是情绪中心空白的人，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的情绪会没有原因的高高低低，所有的情绪，例如愤怒、开心、忧伤，这些不都是应该有一件事情触发的吗？这是情绪中心空白的人的立场，因为他没有情绪这个周期的这种设计，所以他无法理解。因此，当我们情绪中心空白的人看到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，他正落入一个情绪漩涡，他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，情绪中心空白有一个倾向，会倾向想要
讨好他，想要讨他开心，希望我们可以做什么，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。但是往往我们所提供的，不见得是对方所想要的。所以呀，当我们理解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设计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就不会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想对方，而是我们或许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理性的、比较平静的沟通。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，应该要尊重、理解身旁情绪中心空白的人想要安抚你的心情，可是你可以以一个比较和缓、比较理性的口气告诉他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去处理我现在情绪的这个浪潮，我需要让他这个周期走过。”而且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可以去看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心旁边的通道，你就可以找到比较能够去抒发自己目前如果你有一些负面情绪，怎么去排解它。有的人可能是靠吃吃喝喝，有的人可能是需要亲密的陪伴跟拥抱，需要一些肢体接触，有的人需要被聆听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情绪的排解方式，其实在你的情绪中心上面的这个通道，也可以去找到一些端倪。而当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告诉情绪中心空白的人说：“我需要空间，或是我需要我自己排解的方式，谢谢你的。”这个时候，也希望情绪中心空白的人也不要以自己的想法，不要本位主义的想：“哎，我是为你好，我想要帮助你，我希望让你心情好啊。”当他告诉你他需要空间，当他告诉你他需要时间，也请你离开那个环境，因为我相信这个时候情绪中心空白的人，他也因为空白的能量中心会吸取别人的负能量，这个时候他应该也被卷入那个漩涡里，因为他自己心情不好，他会希望我们都一起好起来，好不好？事实上，情绪中心空白的人只要离开那个环境，离开那个现场，让情绪让对方自己去处理，而你自己离开那个现场，就会发现，原来刚刚我那个不太舒服的感觉，其实是他的情绪，不是我的情绪。不要卷入别人的情绪漩涡，也尊重别人处理他自己情绪周期的方式。情绪是影响关系之间的气氛很重要的因素，尤其情绪是我们做决定很重大的动力，因此好好的处理情绪，好好的看待情绪中心这个议题，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哦。好的，慢慢说慢慢写，人类图小学堂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